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把枸杞放在陈醋里面泡2天，原来作用这么厉害。这是村里老一辈的土方法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大烦恼。一起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。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的说法，不管是开玩笑还是广为流传。由此可见，枸杞的营养价值十分的高。而生活中，大家对枸杞的吃法一般都是直接用来泡水，或者是煲汤的时候放上一点。其实那样做并不能把枸杞的营养成分充分的发挥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长期坚持吃枸杞却看不到作用的原因所在。其实不管是什么食物，它所拥有的营养价值再高，只有用对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首先准备50克的枸杞，将它放入大碗中，加入清水把枸杞打湿，再加入一些面粉，下手把枸杞抓一抓，抓洗约1分钟的时间。虽然枸杞能够起到很好的养生作用，但是枸杞清洗不干净，对身体也是不友好的。因为枸杞在晾晒的过程中，表面会变得有非常多的褶皱，这些褶皱很容易藏有灰尘、虫卵，是不容易清洗的。而加入面粉，就能够利用面粉的吸附性带走枸杞表面的污垢了。抓洗1分钟之后，里面的水也变成了这种橘黄色。现在加入清水将枸杞淘洗干净，最后再多用清水漂洗几遍就可以了。爱吃枸杞的朋友一定要学会这个小妙招，这样清洗过后的枸杞才能吃得更加放心。现在将枸杞控出水分，平铺开一些，将它放到阳光下沥干水分备用。接着再准备一块生姜。生姜是家庭生活中最常见的，不仅可以用来去腥增香，还可以调味。但其实生姜也是一种养生利器，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物质，也深受人们的喜爱。驱寒保暖、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是大家公认的，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用到它。下面将生姜清洗干净，夹缝中抽洗不到的地方可以用刀刮一刮，但是容易清洗的地方姜皮就不要刮掉了，将它保留下来，生姜的营养会更丰富。保留姜皮，这样才能让它的作用更加极致的发挥出来。最后再用清水把生姜漂洗干净就可以。将生姜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这样生姜的营养成分更容易释放出来。准备生姜的时候，可以选择老一点的生姜，老一点的生姜口感上吃起来要辣许多，这是因为里面所含的姜辣素成分要多一些。姜辣素也是我们今天用到的主要成分。切好先装入盘中备用。下面再来准备一个玻璃罐，腌制的时候要用玻璃罐，不能用塑料的，而且罐子一定要擦干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把玻璃罐清洗干净，再放到蒸锅当中给它蒸一蒸，利用高温对玻璃罐消毒，大约蒸5分钟，然后就可以把火关掉了。取出来放在一边沥干水分备用。放到玻璃罐里边的水分完全干透之后，就可以开始装罐了。将生姜还有枸杞放进来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
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下面再准备一瓶陈醋，醋这个调味料是我们经常用到的，但是很多朋友都不会选，随随便便买回来一点都不好吃。优质的醋是酿造而成的，酿醋一般都会选择优质的高粱玉米、小麦等食材酿制，酿造时间不会太短。酿造一瓶优质的醋大约需要5到10个月。陈醋和粮食酒一样，酿制时间越长越有风味。勾兑醋则和粮食醋大有不同，勾兑醋是用食品添加剂勾兑而成的，味道就不用说了。购买时要注意看是酿造还是配制陈醋。酿造的陈醋拿出来使用是非常放心的，因为在品质上比较好，选对了醋效果才会更好。下面把醋放入罐子里边，陈醋的量一定要完全的没过生姜和枸杞，在浸泡的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发霉变质的现象，而且口感会越腌越好吃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往里边加入适量的冰糖，然后盖上盖子密封起来，腌制2到3天就可以食用了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在对生姜、枸杞进行腌制的时候，天气热时最好是放到冰箱中去冷藏腌制，这样生姜的口感会更脆。如果是冬季，直接放到常温下泡几天就可以了。泡好的醋泡枸杞，吃的时候舀入一勺放入杯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温水，这里千万不要用刚烧开的热水来泡，否则营养会流失。搅拌搅拌就可以喝了。这个时候的枸杞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，生姜也不那么辣口了，味道很容易被接受。生姜和枸杞做搭档，让功效翻倍。每天喝一杯提神醒脑，还能缓解腰腿部的酸痛感，腰也好了，腿也不酸了。坚持每天喝一点，每天活力十足。做法简单，但是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